延禧宫可住得惯？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在延禧宫一个人住着有些冷清，能否让海兰过来与我同住啊？贵妃正当宠，又得了台齐之荣，可海常在却一直不得皇上欢心。本宫是想着，她若能与贵妃同住，也能常见到皇上，或许还能多几分雨露恩泽。否则，她要一世无宠，孤独度日吗？皇后娘娘慈心，是臣妾没想到这一层。这个镯子是咱们在前底时，本宫给了你和贵妃的。是。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，就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，让你们明白，同为嫔妃，应当不分彼此，不要事事计较。如今，你倒是肯天天戴着，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。臣妾会时时带着，时时谨记的。皇后娘娘，时辰到了，郎世宁大人已经在如意馆等着您和皇上了。臣妾告退。哎呀，如今你有中宫之位，又有嫡子，皇上也厚待咱们富察氏一族，什么都好。额娘，女儿如今心满意足。心满意足是好，可是人一高兴，不能忘了看着远处。皇上抬举高氏一族，又厚待乌拉那拉氏。尤其是乌拉那拉氏，当年若不是先帝看中你，那如今这皇后之位就是她坐着了。这些年你防范得紧，以后啊也不能松懈。额娘说的话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幸好啊，他俩虽然得宠，可一直都没有生育。女人嘛，说到底还是要靠子嗣的。额娘，女儿只要守住皇后的位子，便什么都有了。我不必事事与他们争，他们也不敢来冒犯我。哎呦，我的娘娘，你这话说得不错，可若真的什么都不做，怎么约束底下的嫔妃呢？那额娘的意思是，既然嫁了皇上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会子有前底的旧人，往后呢还有数不清的新人。做正妻的，要什么都得想到，但不必什么都做，有底下的奴才替你效劳，何必脏了你的手呢？啊？娘娘不必送了，皇上恩典，日后自有进宫给娘娘磕头的机会。娘娘，您可要千万保重凤体啊！那女儿就不送额娘了。哎，一会儿女儿要去如意馆请郎大人作画。哦，苏烈，替本宫送额娘出去。是。苏烈，你是皇后娘娘的陪嫁，打小在府里你就跟着她，最是贴心了。不像那个莲心，她是前邸里刚拨进来的丫头，怎么也比不得你。奴婢明白。
莲心虽然聪慧，但伺候皇后娘娘晚，她若有什么想不到的，奴婢都会想着的。娘娘居上位，有很多事情啊，她也未必都能想得到。就算是你想到了，跟她说了，她也未必都能听得明白。如今呐，我人在宫外，也帮不上娘娘什么。有些事情啊，这宫里可全靠你了。苏丽啊，你可要好好帮扶娘娘，替娘娘分忧。夫人放心，凡事都有奴婢呢。也是我做的不好，一直把娘娘当未来的福晋培养。虽然是养成了大方得体的闺秀，可是呢，她心太善，性子太柔和。有些事情呢，若是娘娘一味的不忍心，让她知道了，反而会坏事。苏丽啊，你就大胆一点也无妨啊。夫人，奴婢明白了，奴婢会替娘娘想着的。有些事奴婢能办的，就不会脏了娘娘的手。好一个丫头，有你娘娘的好日子，就不愁没有你自己的好日子。谢夫人。这我就放心了。这个意字极好，一次心，一次心一动。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这个解释好啊，朕喜欢。这是你进族时，朕送你的墙头马上，你我初见听的第一出戏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计短长。但愿皇上不要让臣妾做了礼千金，被迫抛下儿女，受辱离开。你放心，朕只有裴少君的钟情，没有他的软弱寡情。梁世宁见过贤妃娘娘。起来吧。奴才坐着给贤妃娘娘请安，贤妃娘娘别怪罪啊。你坐着吧，没事的。郎大人，本宫总听皇上说郎大人画笔精妙，所以想来看一看，打扰了。臣在宫里作画已经很多年了，可许多名位还是搞不清楚，只见过太后和皇后娘娘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出现在画上。宫里的娘娘都这么美，我不能都为她们画像，臣只能画画皇上跟皇后。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够为您画上一幅画像。皇后是皇上的正妻，所以皇上和皇后才能一同入画，嫔妃们是不可以的。西洋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那里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，并没有妾，只有一个妻房。世间还有这等事？郎大人莫不是说笑吧？没有，怎么会是说笑呢？那郎大人的意思是在西洋，一个男人只对一个女人钟情，不会对旁的女人有情了？如果没有情了，男子可以离开已经不爱的妻子，女子也可以离开不爱的丈夫。这叫合理，好聚好散。在大清民间可以，公主可以，可是嫔妃们不可以。
如果没有感情了，女子为何不可以主动的提出分手呢？大人，您这是在乱讲吧？世上只有休妻，哪有休夫啊？臣每次这么说，别人都会这么认为的。主，郎大人就是乱讲，没人能信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郎大人，本宫告辞了，打扰了。恭送贤妃娘娘。奴才恭送贤妃娘娘。主，奴婢见您从如意馆回来，便神不守舍的。听了郎大人的一番话，倒像是被说中了心事。奴婢瞧那郎大人，就是满口胡诌，哪有男子不爱美色不纳妾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些胡诌是天下女儿的本性呢？您说什么呀？您受的搓磨还不够多吗？说这些话，不怕又被责罚？我也就是说说，哪有女子天生爱当妾，哪有正室愿意和妾室分享自己的夫君呢？您这些话跟奴婢说说就得了，可千万别和旁人提啊。我知道。给朕。皇上，万一，臣妾是说万一啊。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，没有任何妾室呢？朕看你是傻了啊！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？皇后告诫所有人，不许吵郎世宁画画。我看就是为了防备你。臣妾只是想想嘛。虚空妄想没有任何意义。还好郎世宁年资深重，否则你们两个说话就不合规矩。臣妾知道。臣妾只是在想，万一有一天天下所有的男子只有妻子没有妾室，或者夫妻之间的情分已尽，女子也可以求去。好了，郎世宁呢，来京中多年，想必也和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无人当真，无人在意，唯有你钻牛角尖。臣妾只是在想，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也挺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一心人，做不了了就自愿分开了。真是痴话啊！如意，你是女子，又在宫中，你得守着三纲五常，还有君臣夫妻嫡庶尊卑的道理。道理纲常之外，也有别的可能啊。那些西洋外来的风俗，不同于我们天朝上国。风俗是不同，可天下男女的心是相同的。皇上难道不想一生只一次心一动，只对一个人吗？好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那皇上这般说，臣妾今日便记得了，以后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言。一定对皇上谨言慎行，恭恭敬敬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如意馆的人来了，问您是不是过去？不去了，朕没心思。这，哎，把朕推回去。这，慢点。这才芳菲多久，就闹了一场。王卿说，皇上动气了。
这贤妃，平常看着还像个样子，这起了性子的时候，着实不成体统。晋仁公都轰了，他还这么使性子，迟早得吃亏。罢了，只能让另外几个嫔妃多去侍奉皇上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不理臣妾啊？朕乏了。你来了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，怕惹皇上笑话。那你就继续做你的闷葫芦吧。您和皇上置气，可皇上倒好，今儿去贵妃那儿，明儿去嘉贵人那儿，就连最不得宠的婉答应都去养心殿侍候笔墨了，您还在这画什么呀？您是真不着急啊？他是皇上，我是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阿若姐姐，主才不会生了和皇上的情分呢。走进，走。阿若，把这儿收拾了。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就算朕说话说得重了一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成了吧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错在直言不讳，忘了您是皇上，是不得冒犯的天子。你是倔脾气。来，瞧瞧朕带了什么送你。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？臣妾谢恩。一笔一笔画的，不是赏赐，是真心。那不如先看臣妾的。哦。哼哼。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宣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哎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。所以朕画了你的小象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，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清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清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。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清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
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的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漱芳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多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主说皇上的诗是题吴梅村集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，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嘉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呢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得好。罢了，朕允了嘉贵人，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